和我说说那个谁呗，用剑很厉害的那个。说什么？随便说，比如叫啥名字，住在哪里，怎么个厉害法？他叫缙云。缙云，听起来有点耳熟。天路城的剑术就是来自于他的传承。难怪雨林给我的那本剑谱上的确有这个名字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离开天路城了？缙云生活的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很久以前了。他是轩辕皇帝麾下的一员大将，也是一位剑术大家。崆峒山的先人曾言，缙云之兵有剑灭万法之势。当然，许多事情也是在他死后，我才慢慢从姬轩辕的族人那里听来的。我唯一一次亲眼目睹缙云阵前杀敌，是有一回他领军出征，我偷偷跟进了他们的队伍里。在他之后，我确实再没有见过那样的剑术，哪怕是天路城的辟邪用出来，和他本人也是不像的。那样的剑术又是怎样的？缙云曾经说过，所谓剑术就是置对方于死地的技艺，执剑者当有鬼神接斩之心。好大的口气，鬼神接斩。喂，你既然认识他，岂不是已经活了将近4000年了？对我们这一族而言，若是能够长成千载岁月并不算什么。你不是辟邪，又怎么会待在天路城？400年前，我身受重伤，就借用了古错回廊里混沌之气充盈的地方休养。那你的伤养好了吗？和全盛之时相比，仍然差得很远。是被进攻天路城的魔打伤的。魔域极其广阔，天路城仅是一隅，内有许多十分厉害的妖魔盘踞各地。我与他们之间未必有什么仇怨，但大多时候都是生死相搏，即便真的死了，也怨不得对方。既然如此，你和玄哥的约定当真那么重要？伤都没好就跑出来，莫非你也是和他打赌，赌输了？也。你说的重要，我不太懂。既然已经答应了，不就该做到？那和其他妖魔的战斗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想不断地磨练自身，变得更强。然后呢？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无能茫然愤恨。不生则死，不战则亡。对许多妖魔来说，活着本就是这样。好一个不生则死，不战则亡。久远以前，大地上的人不也是如此？那个时候的你，又是什么样的？那个时候，我只是一只弱小的、随时可能被杀死的野兽。怎么？难得看你笑。我笑了吗？师兄说他感觉好多了，问要不要接着赶路。行，走吧。
为什么不往上游去？那边可是有船飘过来。你告诉我，蒋从哪里来？二哥不说了吗？边走边瞧，随机应变。要是下游没啥东西，再想办法去上游。郑老六不见了！啊？难道有水鬼？这发光的是啥？还不躲开！救我！岸在哪？我要离开这里！上岸！离开这里！我们得上岸！那怪虫已经被我赶跑了，老六也是自己不小心跌进水里，别他妈疑神疑鬼！看见没？前面有个小岛，待会儿先在那里下船。棺材，这里还当真是座古墓。你们几个去查看旁边的器皿，仔细点，只许看，不许动手。二弟，敢说废话，信不信我把你丢水里？这罐子上画的是什么鸟？真让人不舒服。乖，这个玉碗，二哥你瞧，它得值多少钱？二弟！先撤！怎么了？人声，惨叫，都小心点。
好大的一幅石刻画，这上面也有手捧头颅的人，这个姿态肯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？精妙绝伦，当真是精妙绝伦。照此记忆，此地先民之强大富有，恐怕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你完全没有印象吗？你是说关于古时候的这些人？人族至多100岁一世，便是过去了35代，我也未必能留意到什么。即便缙云在世时，我也只是住在离轩辕丘不远的大泽里，很少会去部落。朝代、衣饰、器具，人族的这些我所知不多。若是没有其他更明晰的，快看，我找到了一个机关。气都不敢出。师兄，这是古代的什么仪式吗？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那些人看起来很哀伤。泣血其嗓，大概便是如此了。虽然不清楚他们为何会出现，但此地对他们来说，必定极其重要。我心里一点都平静不下来。可又像是被刚才的那种感觉影响了，莫名的有些难过。深色的莲花，会不会是葛先生见到的那种？